穿越到修仙世界，5岁炼气，6岁筑基，11岁金丹，18岁元婴，22岁更是一举突破了化神期，成为了整个青云宗的大师兄。就在这时，一个炼气期的杂役弟子竟然污蔑我偷了他的筑基丹，但在系统的提示下，我才清楚，这杂役弟子竟然是女频小说的男主。系统还说这狂徒也是有系统，真以为男频小说的人会像女频里那样被强行降智不成？就算降智，但凡是个正常人都特马的知道，我已经化神期，我要筑基丹干啥？当糖豆吃吗？此刻庄严的大殿之上，宗主林映雪闻言明显怔了一下，他略带不解的轻声询问：苏云逸，你是在指控化神期的陈青云偷窃你的筑基丹吗？是的，宗主，但我相信大师兄应该不是故意的，或许是将丹药送给了其他人，我也不是想要追究大师兄的责任，主要是他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便私自取走。这番话刚一出口，殿内列席的众位长老顿时一片哗然，只是碍于苏云逸是林映雪的弟子，众人也不好开口说什么，全都在心底暗自猜测：筑基丹，陈青云这小子不是想要多少就有多少吗？何必去抢夺苏云逸的那一枚？难道是闲来无事自找麻烦？诸位长老实在不明白，化神期的陈青云会去偷一个炼气弟子的筑基丹，这苏云逸怕不是觉得陈青云傻，还是认为在场的长老傻？陈青云可有此事？林映雪带着疑惑转头望来，没有。听到宗主的问话，我面色平静的予以否认，心中却不禁开始准备看一场好戏。系统，苏云逸这番栽赃陷害能起作用吗？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我仍是向系统提出了询问，主要是眼下虽已步入化神境界，实力远超在场诸位长老，但依旧不是师尊林映雪的对手，为避免林映雪受到苏云逸降智光环给影响，多少还是要做些防备。自然不会，林映雪身为洞虚境修士，这里又是南屏世界，绝不会被苏云逸轻易影响。那就好，我倒要看看这苏云逸还能如何狡辩，直接杀了多麻烦，让身边人群起而攻之，自家师尊亲自出手，岂不是比自己亲手杀他爽多了？大师兄，你不打算给宗主与我还有在场诸位长老一个合理的解释吗？你让我一个化神期修士去解释为什么盗取你炼气期的筑基丹？此言一出，整座大殿顿时鸦雀无声，唯有苏云逸故作忧伤地点了点头。你可有证据？林映雪面对这般拙劣的陷害，实在感到无话可说。哪家的化神大能会去偷窃炼气小辈的筑基丹？我亲眼看见大师兄潜入我的房间，取走了我的筑基丹。听到林映雪的质问，我神情低落，模样看起来楚楚可怜。这要是放在女频小说里，说不定还真能让人信服，但这里可是男频世界，在没有弱智光环笼罩的情形下，又有谁会真正相信？陈青云，你来解释一下吧。林映雪平静地看着我，我闻言微微颔首，目光落在苏云逸身上，嘴角却不自觉勾起一抹浅笑。不是说我栽赃陷害着苏云逸吗？我如今已是化神修士，竟被一个炼气小辈公然嫁祸，莫非是他觉得天晴了雨停了，自己又觉得自己能行吗？苏师弟，你说我进了你的房间，拿走了你的筑基丹，当时除了你之外，并无其他人在场，对吗？没有察觉问题所在的苏云逸立刻回应了一声：我倒是清楚记得青云宗的规矩，凡是诬陷同门师兄弟者，当打入魔窟深处，永生永世受魔气侵蚀，不得超生。大师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苏云逸心中暗自冷笑，有众多长老与宗主在场，他绝不相信我敢对自己下杀手。反正没有人看见陈青云偷丹，只要自己一口咬死，他坚信自己一定能成功陷害我，从而夺得宗主的重视，说不定还能被宗主收为徒弟，从此一飞冲天。既然你拿不出证据，也无任何旁人见证，你是觉得化神期修士很弱，连你一个炼气期修士都察觉不到？这番话说完，殿内长老们纷纷愣住，说的确实在理。化神修士的感知何等敏锐，岂会不知晓一个小小的炼气修士就在附近？既然拿了东西，又被对方亲眼看见，面对修为远低于自己的存在，为何不直接灭口？难道留着对方日后举报自己受罚不成？况且在青云宗内，炼气修士本是最底层的杂役弟子，若非宗主座下二徒弟，也就是我的小师妹柳青音对苏云逸心存好感，这等弟子早已被逐出山门。这也是为何一个杂役弟子能够踏入大殿面见宗主与诸位长老的原因。即便早已想好如何嫁祸大师兄，苏云逸也没料到我会这样反驳。你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吗？看着苏云逸手足无措的模样，我一副看好戏的神情，饶有兴致地盯着他。忽然耳边响起系统的提示音，紧接着一道光幕在眼前展开，女频男主的天命女主即将抵达现场，请宿主做好迎接准备。同时发布新任务：任务1，击杀女频男主苏云逸，奖励真龙圣体，洞虚境修为；任务2，扭转女主对男主的态度，奖励9转造化丹；任务3，若任务2未能完成，可直接斩杀女主，奖励真龙宝术。系统发布的任务让我感到十分满意，都是相当不错的选项，尤其是这任务1，击杀女频男主苏云逸。另外2个任务则略显困难，但只要能获得第1项奖励，一切难题都将迎刃而解。毕竟眼下青云宗最强之人便是我的师尊林映雪，拥有洞虚境的修为，我自然还不是他的对手，所以斩杀女主存在难度。可若得到任务1的奖励，所有问题便迎刃而解。何况林映雪是南屏世界的角色，并非女频文中的人物。陈青云，你偷了苏师弟的筑基丹，竟还想抵赖不成？这时一道交斥声骤然响起，殿内诸位长老目光齐刷刷转向声音来源，我也随之抬眼望去，大殿内的空气仿佛瞬间凝固，所有人的视线都聚焦在一处，那是一名身着水绿绫罗裙的女子，此刻正柳眉倒竖，纤纤玉指直指向我，她肌肤如雪，一双动人的杏眼因寒嗔带怒而睁得圆圆的。柳青音，你来此
此处做什么？林映雪见到来人，秀眉微蹙，显出不悦之色。毕竟堂堂元婴修士，竟钟情于一个杂役弟子，让他这位师尊颜面无光，传扬出去必遭他人耻笑。更不必说青云宗内的长老与弟子，他们早已听闻柳青音倾心杂役之事。陈青云，我奉劝你好自为之，将偷走的筑基丹还给苏云逸。此言一出，我神色依旧淡然，丝毫未将柳青音放在眼中，真是无知。我缓缓吐出4字回应。柳青音闻言大怒，做事就要上前与我理论，却被苏云逸急忙拦下。柳师姐，大师兄应当不是故意偷丹的，他或许是要将丹药赠与更虚之人。话音刚落，便有长老看不下去，此事乃苏云逸与陈青云之间的纠纷，旁人还是莫要插手为妙。柳青音听后气愤难平，一旁的我原本还想着能否将这位女主拉回正轨，如今看来已无可能，她已经彻底沦为恋爱脑，与心爱之人共赴黄泉倒也算般配。系统，我想知道这女频小说里，除了男主和眼前这位女主，是否还有其他相关人物？有的宿主，但并非都如你目前所见这般简单，他们会在不同时间节点陆续登场，系统会根据目标发布相应任务。得到系统的解释，我轻轻点头，如此甚好。眼下看来青云宗内应当仅有这2位，若是再多一些，我或许该考虑炼制一件万魂幡法宝。有什么话就去对我的万魂幡倾诉吧，这件法宝日后一定要炼制，但眼下还是先完成任务再说。师尊，不知您对此事有何看法？碍于柳青音毕竟是我师妹，我并未立即出手斩杀这2人。林映雪看着柳青音将苏云逸护在身后的模样，心中恨铁不成钢，自己怎会收下这般徒弟？都已修至元婴期了，心思竟还如此单纯，日后该如何是好？沉默片刻之后，他做出了最终裁决。苏云逸指控陈青云偷窃筑基丹，此事绝无可能，诬陷同门，交由执法长老处置。听到这个判决，苏云逸心中震惊万分，他难以置信地看向我，这怎么可能？他在内心疯狂呐喊，为何错的是自己？不过是想栽赃陷害大师兄，对方为何不肯老实认法，偏要反驳自己？事实已成定局，但凡用脑子想一想，我都已是化神期，取你这筑基丹有何用处？林映雪的判决下达，我感到十分满意，若能再果断一些就更好了，直接斩杀便是。区区一个杂役弟子，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遵命宗主。执法长老正欲出手，却被柳青音拦住。不行，我不许你们伤害苏师弟。说话间，他的目光落在苏云逸身上，眸中多了几分深情。苏师弟，有我在，无人能伤你分毫。多谢柳师姐。在柳青音的庇护下，苏云逸感动不已，对我的怨恨又加深一层。待到自己突破化神，定要与陈青云一决高下，让他明白接受惩罚远比徒劳反驳要好得多。殊不知，他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以下犯上，罪加一等。眼见柳青音出面欲保下苏云逸，我岂会让其得逞？这正好给了我出手的理由。化神期的修为绝非柳青音所能抗衡。下一刻，我眸中寒光骤现，并指如剑，凌空一点，一道无形剑气瞬间撕裂空气，裹挟着化神期的恐怖威压，直射苏云逸眉心。剑气所经之处，大殿地面寸寸皲裂，两侧烛火齐齐熄灭。你敢！柳青音惊怒交加，水绿绫罗无风自动，元婴期的护体罡气全力爆发。可他刚要抬手结印，那道剑气已如入无人之境，轻易穿透他的护体罡气。苏云逸脸上的感动尚未褪去，瞳孔却已急剧收缩。他想要抽身后退，却发现周身空间如同凝固，连手指都无法动弹分毫，只能眼睁睁看着那道代表死亡的剑气在视野中急速放大。柳青音的尖叫戛然而止，剑气精准洞穿苏云逸的眉心，带出一串鲜红血珠。他瞪大的眼中残留着难以置信的神色，身体已软软倒地，整座大殿落针可闻。诸位长老皆神色舒缓，无人出声，心中却直呼痛快。林映雪亦无追究之意，这苏云逸自己寻死，也怨不得我的徒弟。我缓缓收回手指，以下犯上，当诛。柳青音呆立原地，怔怔望着地上尚存余温的尸体，他伸出的手僵在半空，指尖剧烈颤抖，突然仰天喷出一口鲜血，水绿衣裙上点点猩红，触目惊心。他死死盯着我，杏眼中血丝密布。他明明什么都没做错。我淡漠的目光扫过他愤怒的面容，区区炼气修士竟敢污蔑化神修士，念在同门一场留其全尸，已是仁至义尽。恭喜宿主完成任务1，奖励真龙圣体，洞虚境修为，是否立即发放？暂不发放，待回去再说。随后我抬眸望向林映雪，见她绝美的容颜上波澜不惊，显然默许了我斩杀苏云逸之举，也算彻底断了柳青音的念想。师尊，陈青云私自斩杀苏云逸，您难道不惩罚他吗？苏云逸污蔑陈青云乃事实，无需辩解。你身为陈青云的师妹，理当尊敬兄长，连大师兄都不愿称呼了吗？这番话出口，气得柳青音怒火中烧。好，你们一个个都偏袒陈青云，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女穷。柳青音见识过我的实力后，清楚认识到元婴与化神间的差距何等巨大，她愤然转身离去，心中立誓日后必来报复。终有一日，柳青音要将所有得罪她与苏云逸之人一一清算。显然苏云逸之死已令她心魔滋生，而我则静静看着柳青音收敛苏云逸尸体离去，未再过多言语。一个恋爱脑，一个绿茶男，杀了便杀了，日后这柳青音也难逃一死。任务2已不打算完成，直接跳过执行任务3，此事不怪你。3日之后，你与瑶池圣女的婚约之期将至，我将亲赴瑶池圣地为你提亲。遵命。我拱手一礼，随即转身离去。房间之内，我望着面板上的奖励笑了笑。系统发放奖励，眼下尚未达到洞虚境，斩杀柳青音恐会开罪师尊。与其如此，不如先展现实力，让林映雪明白，恋爱脑无缘强者之巅，竟会喜欢上一个炼气期杂役弟子，还妄想踏入顶尖强者之列。天下好事岂能全让柳青音占尽？简直痴心妄想。真龙圣体，洞虚境修为开始发放，脑海中系统的提示音响起，紧接着一股炽热能量涌入体内，令我呼吸骤然一滞，剧烈的痛楚席卷全身，金色光芒瞬间照亮整个房间。太痛了，我咬紧牙关，运转功法才勉强缓解一丝痛楚。此刻周身已被
金色光芒笼罩，细微的龙吟之声隐隐响起，皮肤之下隐隐有龙鳞纹路一闪而逝，周身毛孔舒张，喷薄出五色霞光，真龙圣体正与我的肉身彻底融合。与此同时，在我房间上方的苍穹之中，龙吟之声响彻云霄，刹那间，以我所居山峰为核心，方圆百里的天空骤然暗下，无尽乌云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无数细小的金色电蛇游走窜动，勾勒出一条庞大无比的巨龙轮廓。龙首威严，龙身蜿蜒，横亘于苍穹之上，天地灵气如同百川归海，化作无数道流光溢彩的洪流，疯狂涌向我所在的居所，形成一个巨大无比的灵气漩涡。漩涡中心正是我的所在之处，浓郁灵气几乎化为液态，如同瀑布般倾泻而下。宗门之内，所有弟子和长老豢养的妖兽，此刻尽皆匍匐在地，朝着天空中的龙形乌云发出恐惧的低鸣。妖兽们瑟瑟发抖，那是源自血脉深处的绝对压制。山林间的飞鸟惊惶乱窜，却不敢高飞，只在低空盘旋。金丹期以上的长老甚至能隐约看那灵气漩涡周围有真龙虚影盘旋飞舞，此乃真龙出世之象。何方神圣在我宗内突破，竟引动如此骇人异象？看方向似乎是青云峰，我记得此处应是陈青云一人的居所。一时间，整个宗门皆被这突如其来的惊天异象所震动，竟是真龙圣体！我宗出了位圣体！有长老认出异象来源，惊呼出声，同时不免感慨：青云宗能出此等天骄，实乃宗门之幸。就连主峰上的灵应雪亦有所察觉，冰冷绝美的面容上第一次勾起一抹浅笑，若让其他修士见到，定会沉醉其中，久久无法回神。陈青云，好样的！灵应雪轻声自语，他已做出决定，这宗主之位后继有人了。有陈青云在，何愁青云宗不能走向更强之路？殊不知我在融合真龙圣体之后，洞虚境的修为一开始灌注，就在异象消散之际，有长老按捺不住，欲前来道贺，可又是一声震天巨响，惊得他连连后退数步。什么情况？他面露迷茫，尚未弄清发生何事，抬头望去，这位长老的脸色瞬间凝固，眼珠子瞪得溜圆。房间之内，刚刚融合真龙圣体的我，还未来得及体会自身变化，洞虚境的修为便已灌注而下，令我连忙运转功法，吸收这磅礴灵气。系统不必如此着急。话音未落，我的丹田在洞虚修为灌注下，开始发生蜕变。外界整座山峰剧烈震动，无数璀璨光芒迸发而出，将蔚蓝天空染成金色。青云宗所有弟子与长老皆被惊动，金丹期以上的长老纷纷化作流光朝此处赶来。方才还在感叹我的灵应血意急速赶来，陈青云竟要突破洞虚境了。乌云才散便再度凝聚，无数雷光迸发出毁灭气息。身为青云宗大长老的周天瑞面色变得极为凝重，立即高喊：速速布阵，阻挡天劫余威扩散。遵命。听到号令，一众长老不敢大意，洞虚境天劫何等恐怖，稍有不慎便会波及修为较低的弟子，这是长老们不愿看到的。此刻已有不少弟子被天劫惊动，目光纷纷投向青云峰，他们迫切想知道究竟是何人在渡劫。此处似乎是大师兄的居所，这天劫威势，莫非是洞虚天劫？十有八九，不愧是大师兄，修为即将与宗主比肩了。地位较高的弟子感慨万分，唯有柳青音冷冷望着这一幕，心中却充满愤恨。凭什么陈青云杀了苏云逸，竟还能突破洞虚境？他的心难道如此无情？他极不甘心，什么都是大师兄，纵然自己天赋异禀，可在其他弟子口中，只能听到自己比当年的大师兄略逊一筹，所有光环皆汇聚于陈青云一身，而自己却如同垫脚石般，只为衬托陈青云。如今自己最爱的小师弟被陈青云所杀，偷了小师弟的筑基丹却不敢承认，即便是污蔑又如何？认下罪责又能受到多重的惩罚？该死，你们都该死！柳青音再也无法冷静，他是要将害死小师弟的罪魁祸首尽数斩杀，不报此仇誓不罢休。轰隆隆，天劫落下，我周身迸发出金色光芒，将这恐怖一击轻易抵挡。洞虚天劫若未得真龙圣体，或许难以抵挡，但今世不同往日了。感受着体内源源不断的灵气，我毫无畏惧，直面天劫。真龙圣体，放眼整个天玄大陆，乃是当之无愧的最强体质之一。然而天劫同样恐怖无比，天道不容此等强大体质存于世间。表面看来这只是洞虚天劫，可其中蕴含的威能却堪比洞虚后期。即便是感知此处的灵应血意不敢大意，他接替大长老组织众长老共同抵御天劫余威。时间一分一秒流逝，我独自承受天劫。真龙圣体护身，运转青云诀，竟逆天而上直冲天劫，腰间佩剑应声出鞘，我手持长剑直冲天劫深处。看到这一幕的长老顿时目瞪口呆，连忙高声呼喊：陈青云，你这是在做什么？难道不要性命了吗？但我并未听到长老的呼喊，而是将落下的天劫一一斩灭。众多长老震惊万分，他们哪个人渡天劫不是小心翼翼，生怕稍有不慎便身死道消。可这陈青云却毫无惧色，还敢逆伐而上，如此姿态已是青云宗所有弟子以及长老无法企及的绝世天骄，就连灵应雪衣不得不刮目相看。自己这位徒弟比柳青音强出太多，待他安稳度过洞虚天劫，便可带其前往瑶池圣地与瑶池圣女提亲了。有陈青云在，再加上瑶池圣地的助力，青云宗或许能一跃成为整个北域的顶尖宗门。我图陈青云有大帝之姿。林映雪见此情景，不禁轻声感叹，令在场长老震惊不已，连忙询问宗主：此话当真有可能吗？他神色淡然的点头，心中涌起欣慰之感。这陈青云确实比柳青音好上太多。与此同时，柳青音目睹我渡洞虚天劫后，在内心不断升腾的怒火驱使下，悄然离开了此处。这青云宗不待也罢，迟早我会回来的。他不愿再见到众人的目光尽数聚焦于我身上，一怒之下径直离去，体内亦在这一刻种下心魔：不杀陈青云誓不罢休，不杀害死小师弟之人誓不罢休。检测到女主黑化，宿主务必小心。脑海中系统的提示音响起，我微微一愣，柳青音黑化了，我略感不解。斩杀苏云一时未见她黑化，为何在我渡天劫之时方才黑化？难不成黑化还需酝酿片刻？但我并无闲暇理会这些。
洞虚天劫尚未度过，自然不会将心思放在一个不足为虑的柳青音身上。在我眼中，柳青音已与死人无异，女凭圣母不一定能活，但女凭恋爱脑必须得死。轰隆隆，天劫再次落下，我一往无前，手中长剑撕裂雷霆，耀眼的光芒令人无法直视。一声龙吟响彻整个青云宗，金色龙影盘旋，不少弟子露出震惊之色。这便是大师兄吗？他们已看清正在渡劫的身影，正是无数弟子内心仰慕的大师兄。唯独柳青音不以为然，选择离开青云宗，为他心爱的小师弟苏云逸复仇。不是吧？这天劫竟被陈青云打散了，尚在抵挡天劫余威的长老眼睛瞪得浑圆。我青云宗这一代能出陈青云这般天骄，实乃宗门大幸。有长老感慨万分。随着天劫消散，这恐怖威压亦缓缓退去，令不少长老松了口气。好在陈青云足够逆天将天劫打散，否则能否抵挡得住都是未知之数。与此同时，林映雪静静立于空中，内心却是无比震撼。在长老们眼中，只是洞虚天劫过于强大，可他十分清楚，这已非普通洞虚天劫该有的威力。若是自己来渡此劫，恐怕唯有生死道消。这威力堪比洞虚境后期，然而陈青云却能做到，甚至破开天劫，其天赋已不可想象，太强大了。眼前景象，若非林映雪亲身感受，定会以为这只是虚幻。我渡过天劫后，见众多长老与师尊皆在此处，多谢诸位长老与师尊为我护法。话音落下，我回到房间内，将刚突破洞虚境略微虚浮的根基稳固一番。山峰之上，仅余众多长老与林映雪。听到我的话，众人眼皮不禁一跳，好一个护法，若不来快些，这青云宗怕是要被陈青云给毁了。当然，他们并无责怪之意，反而更多是欣慰。青云宗出了这样一位天骄，日后宗门必将成为北域顶尖。天劫已散，该离去了。此时林映雪看向众人，众多长老点头应和，随即纷纷离开青云峰，回到各自山峰。林映雪亦将目光投向我所在的房间一眼，同样转身离去。3日之后，便将前往瑶池圣地提亲。他需斟酌一番，这瑶池圣女是否有成为陈青云道侣的资格。毕竟陈青云天赋如此卓绝，成功突破洞虚境，整个北域几乎无人可与之比肩，故而对徒弟的道侣人选必须慎重考虑。3日时光转瞬即逝，清晨，我睁开眼眸，吐出一口浊气。系统打开属性面板，姓名陈青云，年龄22，境界洞虚境初期，功法青云诀，神通一指通天，体质真龙圣体小成，法宝天玄剑。已入洞虚境，师尊亦非我对手了。度过天劫之后，我的本命法宝天玄剑的品阶亦得到提升，再加上真龙圣体这等顶尖体质，即便是洞虚境后期强者，我也能越级斩杀。系统，柳青音如今身在何处？既然他的小师弟苏云逸为我所杀，日后必会前来寻仇。与其放任柳青音提升实力，不如尽早斩杀。女主亦有气运加持，尽早斩杀以绝后患。宿主目前柳青音所处位置位于南域，似乎黑化后欲加入魔宗。听到此言，我略感意外。之前大殿内那句30年河东，30年河西，竟让他投奔魔宗了，这绝对是个巨大威胁，必须寻机斩杀柳青音，正好亦可完成系统发布的任务。醒了，一道神识传入我腰间佩玉，师尊何事？我开口询问。3日之期已过，你应已稳固洞虚境，随我前往瑶池圣地提亲。林映雪的声音响起，我应了一声，随即起身稍作整理。主峰大殿之中，我见林映雪早已在此等候，简单行了一礼，走吧。林映雪绝美的脸庞上无任何神情，遵命。随后我便与林映雪朝瑶池圣地的方向赶去。青云宗事务则交由大长老代为打理。瑶池圣地，苏尔，你真要与青云宗弟子履行婚约吗？一位相貌俊朗的青年问。此乃师尊之命，婉儿不得不从。厉飞云，你还是另寻良配吧。不行，我心中唯有你一人。厉飞云紧紧握拳，眼中满是不甘。女子伫立于琼华宫御阶前，一身素白流云纹法衣被，殿外微光镀上淡淡金玉。不行，你只能属于我。厉飞云岂会甘心？他极为怨恨青云宗那位弟子，凭什么与自己争夺心上人？我乃瑶池圣子，本该是我迎娶你，而非那个青云弟子。苏尔轻轻摇头，虽然他从未与青云宗那位弟子谋面，奈何此乃师尊之命，岂能违背？而就在他思绪起伏之际，一位长老步入殿中，他恰好看见厉飞云的怒容，于是说了句：圣女，今日便是青云宗上门提亲之日，但经我等商议，以圣子的天赋，实不必与青云宗弟子联姻，故此婚约就此作罢。此言一出，苏尔微微一怔，一旁的厉飞云亦未料到此话可是师尊所言，对于长老之言，他半信半疑，故而询问：圣女若是不信，可请往询问圣主。我明白了。得到这般回答，苏尔方才信以为真，轻轻点头。若果真如此，那婉儿我们便可在一起了。厉飞云闻言露出欣喜之色，可苏尔并未回应他，转身离开了此处。望着他离去的身影，厉飞云心中怒意翻涌，若非那青云宗弟子，自己怎会得不到苏尔的青睐？既然敢上门提亲，一定要令对方付出惨痛代价。他相信以自己筑基期的修为，同辈之中无人能敌。放眼整个瑶池圣地，筑基期弟子中无人是其对手。苏尔不过金丹期修为，厉飞云自信很快便能追上他的脚，而后亲自迎娶苏尔，让他成为自己的道侣。到了。与此同时，林映雪与我抵达瑶池圣地，检测到女凭男主与女凭女主即将现身，请宿主做好迎接准备。任务1：当众打脸女凭男主，并加以嘲讽，令男主黑化，奖励悟性提升，杀伐神通。任务2：揭穿白莲花女主的真面目，令其圈养的一众舔狗爱而不得，奖励太虚功法。任务3：完成前2项任务，再将男主与女主一并斩杀，奖励天命所归称号，逢凶化吉，气运加深。眼前浮现的光幕令我略感诧异，系统此次奖励为何比之前丰厚许多？本系统看人下菜碟，这解释甚好，我简直想为系统竖起拇指。前世所阅小说中的系统何等寒酸，远不及我手中这个，既给丰厚奖励，又不发布艰难任务，此生能得此等系统，可谓无憾。宿主不必在心中
夸赞系统，这2项任务并不简单。女主的师尊乃瑶池圣主，拥有洞虚境后期修为，宿主虽具备越级战斗之力，但不代表修炼至洞虚境的修士皆是庸才。言之有理，我轻轻点头，能突破至洞虚境修为，显然天赋远超寻常修士，且机缘意识不凡。实话实说，能够越级斩杀，也仅限于那些资质普通、终生止步于洞虚期的修士。对于瑶池圣主这等人物而言，其潜力定然能达到洞虚期之后的渡劫期，我自然不会掉以轻心。加之有师尊林映雪在侧，全身而退不成问题。林宗主大驾光临，我们2人的到来，引得瑶池圣地长老亲自相迎。今日我携弟子陈青云前来，欲与瑶池圣女缔结婚约。此言一出，瑶池长老眉头微皱，但转瞬即逝，仍被我敏锐察觉。显然此次提亲不会顺利。不过我并不畏惧这瑶池圣地最强之人，应是那位瑶池圣主，洞虚境后期的强者。请随我来。瑶池长老未多言语，引我们进入瑶池圣地。毕竟有些话不得不言。瑶池圣子天赋极高，反观青云宗弟子实力如何，他们并不清楚，从未听闻陈青云的消息，令整个瑶池圣地的长老乃至苏尔的师尊亦不知晓。大殿之内已聚集不少瑶池长老，一些弟子则在远处观望。他们纷纷议论起来，这便是青云宗那个走了大运的弟子，竟能与瑶池圣女结为道侣，真是羡慕。我的女神要嫁做人妇了。不对，她凭什么？见到我与林映雪到来，瑶池弟子甚为愤慨，仿佛觉得自家白菜被别家的猪给拱，而且是一头外来的猪。一个青云宗弟子与圣女成婚，倒不如让圣子迎娶更为合适。要我说，让我上才是最合适的。你滚开！一时间，不少瑶池弟子议论纷纷，大殿内变得喧闹起来。肃静！见此情形，一位瑶池长老面色威严，令他们不敢再言，但目光仍停留在我身上，心中直呼凭什么？与此同时，身为瑶池圣女的苏尔步入殿中，身旁跟着的正是厉飞云，她的目光落在我与林映雪身上，但更多是注视着我。林映雪却为绝世美人，可厉飞云对其他女子毫无兴趣，除苏尔之外，他对任何女人皆无感觉。这或许就是女频独属女主的恋爱脑了。江远山何在？林映雪未见江远山现身，于是开口询问林宗主，圣主正在闭关，提亲之事便交由老夫处理吧。身为瑶池圣地大长老的段苍兰走上前来，闻听此言，林映雪的秀眉微蹙，提亲对象乃是圣女，并非小事。偏在此关键之时，江远山却闭关不出，显然是不愿应允此事。当初这桩婚约还是江远山亲赴青云宗定下，如今期限已至，却已闭关推脱。但最终林映雪仍是点了点头，这门亲事我不同意。就在此时，厉飞云突然高喊，令在场众人皆是一愣，唯独我饶有兴致的旁观，想看看眼前青年意欲何为。若未猜错，此人应是那位女频男主，还是一如既往的无脑。众多长老在场，真以为自己脸面够大。圣子，你先退下，此事交由老夫处理。段苍兰面色一沉，话还未说，厉飞云便抢先反对。难道瑶池圣地是他所创不成？大长老莫要再提这门亲事，你们已言明，瑶池圣地不愿与青云宗联姻，圣女只会属于我。不给段苍兰继续言语的机会，厉飞云看向我，这却引来了林映雪的不悦。他缓缓站了出来，也就是说，你们瑶池圣地的圣女不愿与我弟子联姻？没错，你们青云宗也敢来瑶池圣地放肆，给我滚出去！此言一出，气氛骤然转变，原本还在思忖如何补偿青云宗的众位长老，脸色纷纷阴沉下来。厉飞云这是要做什么？难道想挑起瑶池圣地与青云宗之战不成？就连苏尔亦敢不喜。她虽是女频小说女主，但如此行径并非她所愿，故此你们瑶池圣地本就不打算履行婚约，那当初又何必前往青云宗订约？我平静地看向众人，我对婚约本身并无兴趣，对系统发布的任务兴致盎然。既然如此，那便无需多言了，坐等这男主主动挑衅即可。这却是我等过错。对于我的话，段苍兰并未否认，突然令瑶池圣女与青云宗弟子解除婚约，他已备好赔礼。毕竟青云宗即便仅有林映雪一位洞虚境修士，也不代表瑶池圣地能够轻易得罪。就凭你这青云宗弟子也想迎娶圣女，简直是痴人说梦。未等段苍兰继续解释，厉飞云再次站了出来，语气满是不屑，这让段苍兰脸色再变。圣子究竟是何意？还要对青云宗出言不逊？顿时其他瑶池长老皆不淡定，任由厉飞云继续说下去，岂不是要让瑶池圣地与青云宗开战？我与谁联姻与你何干？厉飞云如此猖狂，我一出言回应，区区筑基修士也敢在我面前嚣张。此言一出，厉飞云恨不得立刻斩杀这青云宗弟子。虽说他不清楚眼前之人的修为，但他敢断定绝对不及自己。瑶池圣地年轻一代第一人，筑基期无敌。厉飞云推测这青云宗弟子至多不过筑基期。段苍兰，你们圣地能出此等弟子，倒令我意外。林映雪同样不悦，他的弟子已是洞虚境修为，实力堪比他自己，结果却换来瑶池圣地拒婚。联姻一事，我建议还是由圣女自行决定是否同意。若是不愿，我瑶池圣地自会给予林宗主弟子相应赔偿。我闻言轻笑一声，令众多瑶池长老与弟子的目光尽数汇聚而来，一点赔偿便想了事。你们瑶池圣地颜面倒是不小，瑶池弟子都这般猖狂，也难怪会如此。没有这般长辈，如何教出这般弟子？这番话一出口，众位长老脸色阴沉下来。你一个青云宗弟子，莫要太嚣张，可敢与我一战？厉飞云忍无可忍，立即出言挑衅。殊不知我早已等候他这句话多时。我同意。一旁的林映雪静静观望，心中却觉莫名可笑。无知的瑶池圣地对青云宗的消息当真一无所知。他这位弟子5岁炼气，6岁筑基，11岁金丹，18岁元婴，22岁便入化神，甚至前几日突破了洞虚。如此天赋，莫说瑶池圣地，即便是更强大的势力，也愿拿出最具天赋的女子与陈青云联姻。可这毫不清楚状况的瑶池圣地，难道误以为他的徒弟会是废物不成？圣子说得好，连圣子都打不过，如何保护圣女？一位瑶池弟子出言嘲讽，引得不少弟子点头赞同，纷纷议论起来。没错，圣子才筑基
修为，这青云宗弟子该不会不敢应战吧？小小的青云宗弟子怎会是圣子的对手？还是直接认输吧，免得遭受皮肉之苦。再敢多言，死！面对这些弟子的嘲讽，我绝不惯着他们。一股气浪瞬间席卷而去，吓得这些人连连后退。更有甚者感到五脏六腑剧烈震动，吐出一口鲜血，仅凭气息释放便能震得这些弟子无法抵挡，让瑶池长老脸色骤变。这便是林宗主的弟子。眼见此景，段苍兰内心极为震惊，更令他意外的是，自己竟看不透我的修为。我同意，你若战，我便战。震慑一番瑶池弟子后，我的目光落在厉飞云身上，并补充一句：若是怕了，也可不战。此言一出，威在苏尔面前，出风头的厉飞云岂会放弃？对他而言，性命可以不要，但颜面至关重要。可笑，我怎会怕你？来吧！我脸上流露出一丝笑意，已能预见待会厉飞云无能狂怒的模样。话音落下，厉飞云身形暴起，周身灵力如碧涛翻涌，筑基巅峰的威压毫无保留地扩散开来，右拳凝聚青碧色光芒，拳锋过处隐隐有浪潮奔涌之声。这是他偶然得来的拳法，筑基期堪称顶尖杀招，拳劲绵密如云，暗藏叠浪后劲，寻常筑基修士触之即伤。接我一拳！厉飞云眼中厉色一闪，拳势如电，直取我面门。面对这凌厉攻势，我甚至未曾抬眼看向那逼近的拳影，仅是随意抬起右手，伸出食指，迎着那团汹涌的碧色光芒轻轻一点，青碧色光芒在我纤长的指节前节节溃散，化作细碎光点飘散在空气中。厉飞云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他感到自己倾尽全力的拳劲撞上了一堵不可撼动的天地壁垒，更有一股冰冷彻骨的锐气顺着颧骨直透经脉。闷响升起，厉飞云整个人如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在空中划过一道狼狈的弧线，重重摔在10丈开外的青石地面上。他喉头一甜，喷出一口鲜血，右臂软软垂下，颧骨已然寸寸碎裂，全场死寂。瑶池弟子们张大了嘴，眼中满是难以置信的惊骇，长老们震惊万分。段苍兰身躯一震，这陈青云竟如此轻松击败圣子，差距一目了然。误以为只是普通弟子的陈青云，却并非如此，修为远超筑基期，至少也是金丹往上，甚至更高。毕竟厉飞云在筑基期可越级挑战，说明这陈青云很可能是金丹中期乃至后期。而我面色不变，垂眸瞥向远处瘫倒的厉飞云，声音平淡如常：就这点本事。此言一出，厉飞云忍不住再喷一口鲜血，他感觉自己受到了莫大侮辱，却又无可奈何。一招便将他击败，差距实在太大。他不相信凭什么我的实力竟会如此强大，自己在苏尔面前颜面尽失。厉飞云心中除了怒火再无其他，唯有林映雪绝美的容颜上带着几分淡淡的笑意，能有这样的弟子实属难得。同时他心中不禁开始担忧这柳青音究竟去了何处。自从陈青云渡洞虚天劫后，便再未见柳青音的身影，甚至半点踪迹都无。若非陈青云要与瑶池圣女联姻，林映雪已准备派人寻他。你别太嚣张，若非我大意，你绝非我的对手。强忍着身体传来的剧痛，厉飞云缓缓站起，可刚抬头便对上我的目光，还是不自觉地后退几步。看到这一幕的苏尔心中甚是不喜，自己这个追求者就这点本事吗？连一个青云宗弟子都打不过，属实废物。他原以为在这些追求者中最强的当属厉飞云，结果却如此不堪，令苏尔极为失望。可作为备受瞩目的圣女，她这白莲花的性格也伪装得极好。陈青云，我师尊说过不必再与你联姻，你就死心吧。我心悦之人也并非你，而是他人。话音落下，厉飞云心中一喜，他感觉苏尔所言之人便是自己，殊不知苏尔仅将他视作一个追求者而已，在他眼中除非是天骄才配得上自己。显然厉飞云的表现差强人意，自然不在其列。检测到女主对男主极为失望，宿主可开始嘲讽男主，令其黑化，即可完成任务1。系统的提示音同时响起，这让我有些意外。系统就这么一下，女主便对男主失望了？并非如此，而是女主一直伪装成白莲花的模样。她对另一半要求极高，显然男主未达标准。若按女频小说套路，便是在大结局时，男主为救女主身亡，女主看着男主死去，内心懊悔不已，最终倾心于他，从此过上幸福生活。系统的这番解释让我心中直呼好家伙，这苏尔的择偶标准与前世蓝星之时如出一辙，什么车子、房子、彩礼等等，专薅男主羊毛，割韭菜了。我不得不佩服这个女主，真是心机深沉。不过宿主若让女主发现你的天赋，或许会对你另眼相看，倾心于你。我可不喜欢这个女主，我对这女子毫无兴趣，尤其确认其是女频小说女主，即便容貌再美也不可能动心，脑子多少有些问题。从柳青音身上便可窥见一斑。眼下我要做的便是当初你对我爱答不理，如今我让你高攀不起，必须打脸，而后两人皆须斩杀。有系统在，我岂会做这等无脑之事？这婚约便取消吧，垃圾配你倒也合适。说着我看向厉飞云，可这直接激怒了厉飞云，他怒火噌的升起，难以遏制，骂他可以，但不允许我侮辱他心爱的苏尔，你找死！内心怒火再也按捺不住，厉飞云再次冲来，瑶池长老欲要开口，却根本没有机会。段苍兰亦是如此，他心中对这厉飞云极为失望。先前看厉飞云天赋不错，心性尚可，击败瑶池众弟子，算得上不可多得的天骄。结果陈青云几句话下来，厉飞云便不计后果再次冲来。难道真以为自己的实力很强吗？方才被陈青云一击击败的场景已全然忘却，他已想不明白这厉飞云究竟在做什么。与此同时，我看着近在咫尺冲来的厉飞云，面
色平静，一股磅礴气浪席卷而出，瞬间将他震飞出去。一个小小的筑基期男主，不值得我再次出手。男主黑化度增加20，耳边不断响起系统的提示音。我微微一愣，这就黑化了，未免太过简单，都来不及再嘲讽几句。恭喜宿主完成任务1，奖励悟性提升，杀伐神通，姓名陈青云，年龄22，境界洞虚境初期，功法青云诀，神通一指通天，大荒求天指，体质真龙圣体小成，法宝天玄剑。紧接着属性面板便浮现眼前，脑海中亦多了杀伐神通的感悟。识海深处，一片混沌骤然破开，我的视线穿透无尽虚空，一道身影孤绝而立，那是一位黑衣青年，缓缓抬起右手，五指张开，又倏然收拢，仅留一根食指，笔直指天，大荒求天指。低沉的声音似从远古传来，回荡在我识海的每个角落。随着话音落下，青年身后的虚空开始疯狂扭曲，无穷无尽的荒古之气自大地深处九霄云外奔涌汇聚，在他指尖凝成一道虚幻而巨大的古老之意。刹那间，我从恍惚中回归现实，这便是系统奖励的杀伐神通。我喃喃自语，内心却是无比畅快。这神通甚好，有什么话便对我的大荒求天指说吧。之后再遇见嚣张的女频男主和女主，我便这么做。待此次返回青云宗，也准备炼制一件万魂幡，一个杀伐神通，一件杀伐法宝，两者叠加堪称无敌。若有男主实力强大，还敢出言不逊，我只能说，看见这万魂幡上的魂魄了吗？我见过不少男主，他们都叫我男主可心，想想都令人畅快。遇见女主亦是如此，废物就别再丢人现眼了。思绪回归，我平静地看向他，看着倒在地上久久无法起身的厉飞云。至于瑶池长老与其他那些弟子，早已震惊得说不出话。瑶池圣地年轻一代的天骄，竟被这青云宗弟子如此轻松击败，这便是差距吗？这青云宗弟子实力绝对是金丹期之上了，堪比瑶池圣女的修为。若与青云宗联姻，其实也不是不行。一时间，瑶池圣地上下对青云宗弟子的看法也有所改变。拥有这般强大的实力，又与瑶池圣女年纪相仿，两家联姻绝对是再好不过。可惜我并不会如他们所愿，白莲花女主必须死，让我与这苏尔联姻，我怕玷污了自己的身子。不是喜欢伪装吗？那我便要亲手撕开苏尔虚伪的面纱。你们瑶池圣地不愿与我青云宗联姻，那便作罢。陈青云吧，我们走。不给段苍兰说话的机会，林映雪做事要带我离去。看着二人欲走的模样，他连忙喊道：“林宗主请留步，有事好商量。”他一边说着一边陪笑，如此天骄岂能错过？天赋绝对不亚于圣女苏尔，二人联姻百利而无一害，先前所言自然可以收回，毕竟能成为瑶池大长老。段苍兰的脸皮自是极厚，为了利益丢些颜面不算什么。你同意让瑶池圣女与我弟子联姻了，这是自然，圣主定会同意，圣女亦是一样。至于方才苏尔的拒绝，段苍兰只认为是之前所言，令他出言拒绝。如今陈青云展现出这般实力，再联姻亦无不可，那便要看我这弟子是否答应了。陈青云，你意下如何？林映雪与段苍兰的目光同时落在我身上，而我却缓缓笑了笑。迟来的联姻谁会在意？我选择拒绝。此言一出，段苍兰心中一沉，这下好了，天骄远离瑶池圣地。且慢，我这徒弟可是万中无一的元灵体，你可想清楚了？一道恢宏清朗的声音自瑶池深处传来，众人闻声望去，只见天际云霞自行分开，一道身影踏着流光缓步而至。来人中年模样，身着一袭素白广袖长袍，他立于虚空，目光平静地看向我。年轻人，婉儿身负万古罕见的元灵体，天生清净大道，修行1日千里。你若与他结为道侣，与你修行之路有莫大注意。此等机缘，你可想清楚？我拒绝。见到中年人的到来，我依旧没有任何动摇，他的眉头却是微皱。眼前之人亦是一位洞虚境修士，但散发的威压却不容小觑，比林映雪还要强悍。若未猜错，这应是苏尔的师尊江远山了。不过这瑶池圣地的年轻一代确实不济，我的师妹都已步入元婴期，而这洞虚境后期的江远山所收徒弟才金丹期，差距不是一星半点。圣主都已开口，你小子别不识好歹，能与圣女联姻是你的荣幸。这下轮到长老们不淡定了，激怒圣主，即便他身旁的林映雪也不好收场。江远山，我这弟子不愿，婚事便作罢吧。见陈青云不同意，林映雪本欲让他继续提亲，毕竟是瑶池圣地毁约在先。至于撕破脸皮，我并不畏惧。瑶池圣地我已扫视过一番，仅有2位洞虚期强者，一位是洞虚后期的江远山，另一位则是洞虚中期的段苍兰。以我如今的战力，甚至能与江远山一较高下。年轻人，我想知道你为何不答应？江远山未有怒意，而是询问我。太脏。话音落下，苏尔美眸一沉，内心极为愤怒。见识到陈青云的实力后，他却有几分想法，结果换来的却是这般回答，他岂能忍受？立即反驳：本圣女不过是拒绝你一次，你便是这般待我的。说着，苏尔佯装楚楚可怜的模样，令人不禁心生怜惜。这个青云宗弟子也太嚣张了，圣女不过拒绝一次，竟如此说他。有瑶池弟子当即忍不住要为苏尔讨回公道。该死啊！我的女神都这般了，还不放过吗？面对瑶池弟子的指责，我感到智商仿佛被按在地上摩擦。何至于此？这女主的降智光环竟如此强大，都不是一个频道的，竟还能产生影响。宿主，他们不过是成了苏尔的追求者罢了，故而才会无脑。请宿主尽快完成任务2，救赎这些已成为追求者的弟子。脑海中系统的提示音响起，我轻轻点头。谁叫我是大善人呢？牺牲自己救赎他人，我真是天人之资。一群哈巴狗，真以为你们的圣女洁白无瑕，不过是吊着你们胃口，等着你们奉上资源。既然如此，我也懒得再多言，直接让这些追求者认清现实。可我这句话一出，江远山定然不悦。苏尔无论如何也是他圣主的徒弟，什么？你竟敢如此污蔑，真是该死！对于我的话，瑶池弟子岂会相信崇拜了那么久的圣女只是吊着他们胃口，不过是仰慕圣女罢了，不为其他。我只是见圣女修炼辛苦，送些资源又如何？圣女可是瑶池圣地的天骄，为圣女操劳是我等的荣幸。只
只可远观不可亵玩，这便是我心中的女神，不许你如此侮辱我的女神。这下瑶池弟子彻底暴跳如雷，被我这般一说立即反驳。看到这一幕，我却叹了口气，这追求者陷得也太深了，已然无法自拔。陈青云，你不就是比厉飞云强些又如何？这般说我还不愿嫁你。苏婉儿见我将他内心想法拆穿，顿时慌了，连忙否认，一个只会高高在上，让瑶池弟子心甘情愿追捧的人，你只需放心，我不喜脏污之人。年轻人，你未免太猖狂了，我徒弟与你联姻，还这般说他，当真以为我瑶池圣地无人吗？江远山面色不悦，他自然要维护自己的徒弟，是吗？你徒弟圈养追求者之时，怎不出来说教？我甚至无需询问系统，苏婉儿做了何事便能推测出来，毕竟这厉飞云便是最好例证。追求者最后一无所有，唯有那些真正厌恶苏婉儿、天赋实力又极强的才会得到他的青睐。奈何我并非这般人，我是真觉苏婉儿恶心。若非为了完成任务2，我早已准备动用杀伐神通，将苏婉儿与厉飞云一并解决。唯一可惜的便是尚未炼制万魂幡，检测到宿主无法拿出证据揭穿女主真面目。发放任务道具刘颖石。此时我耳边响起系统的提示音，紧接着手中便多了一块看似普通的石头，其中记载着苏婉儿收下瑶池弟子资源，背地里所说的恶言。有此物在手，揭穿女主的真面目便容易许多。年轻人，你若真觉得我这徒弟有何不妥之处，大可以拿出证据。我这瑶池圣地并非不讲理之地，但你若拿不出来，后果自负。江远山出言威胁，一旁的林映雪亦有些担忧，他也不知我为何会这般说，只能看我后续如何应对。大不了便得罪瑶池圣地，以陈青云的天赋突破渡劫期不过时间问题。没错，你若拿不出证据，就别想走出瑶池圣地。有圣主撑腰，其他瑶池弟子亦立即附和，皆要我拿出证据，否则绝不罢休。看到这一幕，苏婉儿内心不禁冷笑，虽不知你从何得知，但没有证据，我依旧是瑶池圣地的圣女，出淤泥而不染。婉儿岂是你能污蔑的？厉飞云亦在此刻缓了过来，出言反驳，他心仪的苏婉儿不容任何人亵渎，尤其是这陈青云，将自己打得如此狼狈，直接让苏婉儿对自己的好感骤降。厉飞云将所有愤怒皆宣泄在我身上，没有我，苏婉儿心仪之人只会是他厉飞云。一时间，无论是瑶池弟子还是厉飞云，皆要我拿出证据，否则此事没完。你们都要证据是吧？我依旧显得风轻云淡，对于这些瑶池弟子的叫嚣，甚至已舔入骨髓。难怪系统让我拯救他们，这苏婉儿也真是厉害。没错，陈青云，你身为林宗主的弟子，总不能空口无凭吧？段苍兰同样不行，他能看错厉飞云，不代表会看错苏婉儿，总不至于瑶池圣地的这2位天骄品行皆不端正，皆做这等事情，令瑶池圣地颜面尽失吧？好，都要证据，我给你们。说着，我取出一块流影石，将灵气注入其中，流影石在我掌心悬浮而起，注入灵力后，骤然迸发出一片柔和却清晰的光幕，光幕中显现的正是瑶池圣地后山一处幽静的莲池畔。画面中的苏婉儿身着素雅礼裙，依旧是那副清冷出尘的模样，但此刻她脸上却带着一种与平日截然不同的轻蔑。她的声音清晰地传遍寂静的大殿，厉飞云，呵呵，不过是条有点天赋、召之即来的狗罢了。他那点宗门贡献和灵史，倒是解了我燃眉之急。说什么真心？画面一转，又切换到另一处洞府密室。苏婉儿把玩着几件宝光流转的法器，自语般冷笑：那些蠢货弟子省吃俭用孝进来的丹药，正好用来稳固我的修为。至于情谊，那是最不值钱的东西。在一幕是在一次宗门小比后，苏婉儿对着一面水镜梳理长发，眼神冰冷。今日那位张师弟又送来一株百年雪莲，修为不怎样，倒是懂事，可惜长得实在普通，不然陪他做戏几日倒也无妨。厉飞云最近似乎有些不安分，得再给他一些虚无缥缈的希望才行，不然这条狗若是反咬，倒也麻烦。最后一段影像是最近几日，苏婉儿斜倚在软榻上，对着一枚传讯玉符漫不经心的回复：联姻。青云宗那个名不见经传的陈青云，师尊未免太看得起他了。我苏婉儿的道侣，至少也该是圣地圣子、五族传人那般人物，修为背景和资源缺一不可，一个小小的弟子也配。影像到此戛然而止，流影石的光芒暗下，落入我手中，整个大殿之内死一般寂静，众多弟子脸上的维护之色瞬间僵住，转为难以置信的惊愕。厉飞云如遭雷击，脸色惨白如纸，浑身剧烈颤抖，死死盯着那光幕消散的地方，仿佛灵魂都被抽空。段苍兰脸色铁青，嘴唇哆嗦着，看向苏婉儿的眼神充满了震惊，而苏婉儿本人那张总是挂着淡然浅笑的绝美脸庞，此刻血色尽退，一片煞白。她下意识地后退半步，瞳孔紧缩。她怎么也想不到，自己那些隐秘至极、绝不可能被第三人知晓的言行，竟会被如此完整地记录下来。我收起流影石，目光扫过全场，最终落在苏婉儿那张失魂落魄的脸上，声音平静却字字如刀：这证据可还足够？话音落下，大殿之内却是无比寂静。一旁的林映雪亦愣住，她未想到自己的徒弟何时寻得的证据。苏婉儿，你还有何话可说？看着瑶池弟子久久无法回神的样子，我的目光落在苏婉儿身上，一副看好戏的神情注视着她。这些定是你伪造的。到了这般地步，苏婉儿岂敢承认？若真承认了，她这圣女身份定然不保，甚至很可能被江远山逐出师门，成为人人唾弃的普通弟子。至于我，则是饶有兴致地看着其他人的态度。当然，这苏婉儿只是得罪了瑶池弟子与厉飞云而已，并未发现他说长老与圣主的坏话，否则都不许我动手，便能完成一半任务。婉儿，这画面内的东西可是真的？江远山忍不住询问。他可是苏婉儿的师尊，自然极为重视。不是的，皆是他陈青云污蔑我。师尊，你要为我做主，这定是青云宗弟子欲要污蔑圣女，必是假的。至今仍有瑶池弟子不愿相信，这对他们的打击太大了。就连厉飞云亦是如此，他心中无比愤怒。圣主，出手斩杀这陈青云，方能补偿婉儿。动手！真以为我青云宗会惧你们瑶池圣地？证据在此。瑶池圣地似乎还不想承认，林映雪亦不会再与他们争辩。修仙界，胜者为王，死不承认是吧？那便打到你承认。林宗主，
住！你弟子污蔑我徒弟，还想出手是吧？那便战！事实究竟如何？已非江远山考虑之事，必须先还苏儿一个清白再说。即便为真又如何？斩杀这两人再进行安抚，宣称刘颖时内容皆为伪造即可。与我瑶池圣地开战，那便打！我叹息一声，一群追求者加上护短的瑶池圣主，杀男主与女主的难度还是大了些。但我早有预料，这一战无可避免。师尊，这圣主交给我即可。与此同时，我神识传音给林映雪，你是他的对手吗？这江远山是洞虚后期修为，放心，若无把握又岂会出言？我听你的。见自己的徒弟这般自信，林映雪点了点头，心中却不禁感慨，他这徒弟都快超越自己这位师尊了。江远山洞虚后期的修为瞬间迸发而出，